黄祸确实发生了。钟祖康在北欧的天涯海角，夜阑人静，我展读一篇一篇绝大部分刊登在开放杂志的旧文，回望我多年来的心路，我看到一个中国的逆子朝着荒野宣讲一些简单而正确的令人怀疑的道理，反反复复，新瓶旧酒。我要把一些虽然写得很好，却已经因时局变化而变得过时的文章割爱，也把一些事后看来错的贻笑大方的评论抽掉。令我安慰的是，大部分的文章依然经得起时间考验。其实许多我指出的问题100年前在中国就是这样，我按照我对中国的认识，1000年前的中国相信也是这样。这样的文章是很难过时的。中国的精神文明气质始终没有大变，所以我们今天读鲁迅的作品一点也不觉得过时。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作者孙隆基教授在推荐序里说，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大国崛起阶段，国势日盛，国民性批判似乎变得不合时宜。正因如此，钟祖康这部来生不做中国人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他并不分享中国崛起的欢心症，却针对中国人难以移之本性，并说这是大国崛起声中的哑噪。的确，我并没有像无数中国人那样感染中国崛起的欢心症，因为中国崛起的过程极不健全，极不公义，也极不环保。这是对求真求善尚有一丝执着的人所不难体会，而且中国这样的行恶也不是非如此不可的，当中许多是自作孽，是刻意有正路不走，非要走邪路学歪。中国统治者从过去到今天都没有为后代走出一条脚踏实地的正路来，为求富贵无所不为。中国目前的文化是彻头彻尾的为求富贵无所不为的文化。不管有多少人认为中国这样就会好起来了，但我依然深信中国这样走邪门，最终并不能提升中国人的精神文明水平，甚至连物质生活水平也只能在一小撮人民里有实质提升。就如历史学家李洪奇教授说的，像这样的政治经济体系在中国运行已经2-3千年，它不是以合理的效益为原则，也不以之为理想，它的运作一言以蔽之，就是为维护统治机关。中国这样的体制让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事情和政策继续累积，直到它垮掉为止，然后朝代循环，一切重新开始。一个民族里面若只有小部分人不脚踏实地是可以的，但要是整个民族或当中大部分人都不脚踏实地，不拿出诚意和一点仁义己逆的人道精神来正视人生，而是一味以强凌弱收拾弱者，或虚应故事，或万般狡辩，则这样的民族从常理推之，从人类社会观之，不可能有光明前途。现有的璀璨和繁华都是一将功成，都是过眼云烟，并不值得稀罕。而我现在发出的哑噪，不少有识之士也早已发过，如我以前提过的德国传教士华之安，在其用中文写的《自西促东》就说，中国人亦有明白而警悟，勤勉而学西国之学者，但学问失其要，徒得西学之皮毛，而不得西学精深之理，虽学亦无甚益耳。此无根本之学，亦有寄生之术之暂时好看，日久必害其术。中国欲求西国之美好者，须知其从根本而出，并特此声明，多直言不讳，绝无浮谈，以警醒中国之人。洋人用中文写书多艰难啊，但还是要拼一口气把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有理解困难的浅显道理吐出来。这种良心令我非常感动。学问失其要，徒得西学之皮毛，这几个字就已经道尽了中国之国病所在。但傲慢的中国人却把这些逆耳忠言当作耳边风。正如中国著名学者李慎之说，一部中国哲学史或者中国思想史，怎么样也脱不了专制主义统治一切的模式。如鲁迅所说，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民主一词明明是外来的，到了中国变成了为民做主。法治一词在今天的中国也明明是 rule of law 的翻译，但没过多久变成了依法治国，
变成了 rule by law。中国的意识形态惰性、或跃惯性，简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就是因为学问失其要，不但民主、法治、解放、政党、选举等等在中国全走了样，共产主义到了中国也全走了样，资本主义到了中国也全走了样。基本规律是去其精华而取其糟粕，变神奇为腐朽。听起来似是危言耸听，但深谙中国者就会明白，这也是因为学问失其要。中国政府借联合国掩护国企，在华之安向中国人当头棒喝学问失其要的120年后，中国在五劳七伤、陈克久病不医、百度俱全的条件下，硬是不信邪，硬是要崛起来了。那会是怎样的一副德行呢？欧洲投资银行总裁梅斯达德早前就说过，中国的银行很有竞争力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都不用考虑社会或人权状况。他说，忧虑欧洲投资银行在亚洲和非洲等落后地方都不是中国银行的对手。今年年初，联合国要通过决议，敦促缅甸释放政治犯和推行民主政治。中国却为了让中国国企成功争夺到缅甸的天然气、原油开采等多国觊觎的肥肉，把其他与之竞争的本身也不太重视人权的亚洲国家击退，而利用其在联合国安理会永久理事国的议席否决决议，理由竟然是缅甸的局势并不危及国际和平。这无疑把中国人各家自扫门前雪的传统德性又推向了新的高度。这就是5000年中国文明的风姿，八荣八耻的道德新貌。在苏丹，中国也重复着同一类模式的勾当，由中国政府利用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特权，跟苏丹的中国国企里应外合。当所有的西方文明国家的能源公司都在压力下撤离了，却只有中国可以完全不理会国际压力，不但雷打不动，还不声不响地把西方能源公司撤离时要脱手的生意通通接过来，实践江泽民提倡的闷声发大财。曾驻尼日利亚和南非的美国大使普林斯顿莱曼早已经把中国人这一切的小权谋看在眼里，他的分析坦白得令人心寒。中国对非洲最具吸引力之处是能够提供免遭国际制裁的政治保护，而对于非洲国家的投资和援助不设诸如政府管理、财政监督等政治条件，这些都是在非洲的西方国家的公司所不能比的。中国向苏丹提供的便是全包裹协议，包括资金、技术援助以及在联合国安理会这样的国际机构中所具有的影响力。所以严格而言，把中国国企上市本身就是一个涉及万亿美元、全球规模最大的黑钱清洗活动。而事实上，世界上也确实有些公司因为被指清洗黑钱而被一些国家的证券交易所拒绝上市申请。但由于中国国势日盛，而且中国人有仇必报，和在道德上毫无制约并愿意花钱，至今还没有听过哪个国家的股票交易所敢拒绝中国国企的上市申请。而美国维吉尼亚州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自2001年起就要求美国纽约交易所把在苏丹大赚黑心钱的中石油除牌，也至今没有大的进展。每天300多人死于工业意外，也由于中国的竞争力主要建立在对人权的践踏、不理劳工和消费者的死活。中国目前每天因工业意外死亡的就有300多人，这是因为不理会生产安全就可以大大降低成本，而每死或每伤一个劳工所造成的赔偿或开支，当然如果有赔偿或开支的话，在中国是低的可以不理。也如华之安说的，中国人视物为重，视人为轻，缘其利欲熏心，故倒行逆施至如此耳。虽然我基本同意鲁迅说的，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比以为不幸的。但中国这样借着不顾生产安全以提高竞争力，最终也会连别国不是愚弱的国民由于无法与之竞争或使用中国劣货而要陪葬。针对中国每天300多人死于工业意外的惊世记录，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义忠就说，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不仅有后发优势，
可以学习借鉴国外安全生产、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同时还具有特殊的制度优势、政治优势。无所作为的思想是不对的，只要我们坚持和依靠党的领导，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思路对头，真抓实干，就可能遏制住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缩短西方国家普遍经历的安全周期，用几年、十几年的时间走过西方国家几十年走过的路。但西方国家在提升劳工权益的历史中，其动力来源主要不是技术提升，而是普遍自由并日趋民主的政治环境，以及为民众奠定了道德伦理底线的宗教自由。这两样最重要的提升劳工权益的宝器，在中国都是一片空白。在中国，政治虐杀和道德沦丧都是不设下限、没有底线的。德国的共产运动迫使俾斯麦改善劳工权益，从而使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包括社会保险等等劳工立法的国家。俾斯麦并称此社会改革为实用基督教。但中国的共产运动则只带来了对共产党的捕杀和最终由流氓治国的共产党统治。中国的精神文明一穷二白，中国凭什么拿自己与西方国家相比？凭什么说用几年、十几年的时间走过西方国家几十年走过的路？这是怎样定出来的？难怪中国国父孙中山说，随地吐痰与任意放屁是中国人的两大毛病。按理，中国要花上西方所用时间的10倍才对，但按照中国国情，我根本就怀疑中国永远也做不到西方已经做到的。奇怪，中共在政治民主化议题上总是毫无必要地强调循序渐进，但在表面上与政治无关的议题上却要超英赶美。中国落后不是纯技术的问题，中国人坚决相信西方的技术优势只是一个纯技术的问题，无法想象这与其自由民主政治制度有关，甚至不相信这与西方的文化或宗教或伦理道德基础有关。对于洋人对待宗教信仰的严肃和巨大投资，中国人感到难以理解，并常常嘲笑。今天西方国家为什么会自找麻烦，花那么多钱接收并呵护被中国政府或中国人迫害的中国人？为什么加拿大政府要为赖昌星这个跟加拿大毫不相干的外国人劳师动众，甚至因而得罪中共，导致庞大的贸易损失？为什么美国、澳洲等洋人国家会花那么多钱为违反中国一孩政策的中国妇女提供政治保护？为什么美国国会要下令只是遵守中国法律的雅虎老板上听证会接受盘问和训话？对于这些，一般中国人是难以理解的，只觉得洋人多管闲事。这是因为，说的难听一点，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文明未必比猴子的高出多少，并未发展到人道主义的高度。夏虫不可语冰，这个文明层次的鸿沟，本来是自命文明优越过人的中国人的极大悲哀，但绝大部分中国人并不能感受得到。中国人觉得有超过 10% 的年增长率，有上海的高楼和磁悬浮列车，有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可以送人上天，又是奥运金牌大国，甚至还将举办奥运，就是中国人文明的证据。有些用心善良的人为中国辩护说，根据心理学的理论，中国人一失足就会知荣辱，会文明起来的。但请看看那些衣食甚足的中国大款和中国领导人是怎样的一副嘴脸，有没有羞耻之心？又或那些虽不能如大款和中国领导人那样呼风唤雨，但已经属于人上之人的中国运动员，怎样以其嚣张和野蛮震撼国际？原来在中国，一旦有羞耻之心，即使不被投进黑牢，也很难先富起来。在中国，因果关系是如此。一般中国人只会觉得，只要搬回纯技术和纯物质的落后形式，中国人就会好起来。所以，许多中国人会对中国先后超越日、美，成为全球第2大出口国而自豪，也常常洋洋自得地说什么福建 GDP 或广东 GDP 渴望超过台湾。他们并不会理会中国人为制造这些出口产值和 GDP 糟蹋了多少自然资源，付上了多少血肉、生命、尊严和自由。他们在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优劣时，看来并不把这些因素计算在内。同理，绝大部分中国人
包括海内外的中国教授或识字分子，看来也不觉得中国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之匮乏会怎样摧残中国文学作品的品质。他们会觉得中国即使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也不会影响中国人的文学创作表现。因此他们大都觉得诺贝尔文学奖专门跟中国作对，而不肯相信自家作品大都只是奴才写给奴才看的奴才之作。又如最近香港政府说，香港的学校将不再可以用广东话上课教中文课了，而是要用普通话来教，所以将从中国大陆大量输入以普通话为母语的中文科教师。在此姑且不论何以有5000万人口说的广东话也必须臣服于大一统政治，而不获准提升广东话的书写潜力，但至今连以华人为主的饭碗以岌岌可危的香港教育界反击时，也没有能力提出一个极重要的论点，那就是教授语文或中文本身并不可以单单考虑语言本身，也要考虑讲话人本身的文明水平和对普世价值的认同程度。由来自中国大陆奴隶所的正牌奴才给原本已经相当奴性的香港人做中文老师，后果堪虞。就像一些中共领导或所谓中共知识界人物，虽然普通话是字正腔圆了，但说出来的都不是人话。要是真的要输入普通话教师，也应从文明水平较高的台湾输入吧。中国人就是不明白，既然中国在雅典奥运会上也能以32金仅次于美国的35金，为什么诺贝尔奖的成绩这样寒酸？欧盟的成立把欧洲的平均文明水平拉高了，中国的崛起却把全球的平均文明水平拉低了，这就是两者的最大分别。我一直担心的黄祸的确是发生了，原载于2007年12月《开放》杂志。